嗨，大家好，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市松山区的一处民宅，屋主呢，他的顶楼有一个很严重的漏水问题。为什么会漏水呢？我们来看过之后，发现他的屋顶长了一棵树啊，那棵树呢高达1公尺高哦。那你的屋顶呢，如果你平常有种一些植栽，你只要顾得好的话，其实是非常漂亮，有诗情画意。但如果呢，它自己莫名其妙长了一棵树呢，你又没有去处理。未来你的屋顶就会被它挖了一个大大的洞，然后在里面生根，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呢？那边就是一个漏水的好地方啦。因为它把那边都挖空了嘛，水就会进去了。一进去呢，就会漏到你的家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帮它解决这棵树的问题，顺便解决它的漏水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漏水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吧。我们呢，来到这边，看到房子的后面有一个水沟。那这个水沟呢，因为中间的部分呢有一棵树，它长在刚好在正中间的地方，然后它把那边挖空了，挖空了之后，那个水沟会怎么样呢？那边是低点嘛，所以就特别容易积水，水都不会到排水孔了，就长那棵树，所以那棵树就长得特别好，它每天都有水可以灌溉就长得特别高。然后结果呢，就挖了一个大洞，楼下就一直漏水啦。所以屋主就说这个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要不然楼下它的主卧室只要遇到下雨天就开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所以我们就来把这棵树先把它挖掉，挖掉之后呢，要记住一件事情，树呢，你上面有多高，下面就有多大。所以如果你只砍掉树，你没有除掉根，那它就会春风吹又生之后就会再继续长出来。所以断根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断根完之后呢，因为它长出来，把那些水泥部分、支离破碎的地方，我们把它处理掉。处理掉之后呢，重新施作我们的泄水坡度，让这个泄水呢回归正常，可以直接到排水孔，而不是积在某一个地方，久了之后就会漏水。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说过，只要排水做得好，防水就不会有烦恼所以排水一定要做得很好。那做好呢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来制作我们的防水层了。而现在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我们的泄水处理，而周边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已经开始做防水的涂补。但是屋主跟我们说重点是那边，那为什么我们周边其他的地方也要一起做呢？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屋主说这边室内有点潮湿的，到处都有潮湿的问题那我们就建议这个原本屋顶做的防水呢，已经一段年纪了，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有皲裂及脱层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没有好好保养，也有可能是之前施作的时候呢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导致它容易坏掉。所以我们就建议我们就把它全部洗干净，屋顶的防水顺便重做一次，这样子就不会导致这边后面做好之后，其他地方又还是继续有问题，那这样楼下住的也非常不安心了。那我们除了我们的屋顶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外墙的问题，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外墙的小小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真的非常小，刚好是放冷气的地方，放冷气的地方呢，又是一个这种外推的平台，一般不会有人出去打扫。如果我是一般的顶楼，我们可能还会来扫扫地啦，偶尔把它清干净。但是那外面呢，几十年都没人打扫，没人打扫什么问题呢？就会长满了青苔、垃圾、灰尘就是厚厚的一层。所以呢，楼下这个位置呢，也是个很容易漏水的地方，因为原本的排水的地方被那些青苔粉尘垃圾或者树叶等等的堵起来了。那只要一个下雨呢，这边就会变成一个天然的水盆一个水盆的地方就容易导致里面会有漏水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次也要把这边重新处理掉。那要记得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我们的安全嘛。对，要注重安全，要爬出去这个女儿墙外面，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呢？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防坠措施所以我们在这边搭设了安全母锁。安全母锁搭设完之后呢，我们要背上我们的全副式的安全带，不能只做腰间的如果腰间的话会容易导致我们受伤。所以我们要背上我们的全副式安全带之后呢，把我们的挂钩挂好才能出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业我们来这边帮屋主施工也不想造成屋主的困扰，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安全顾好就是对我们的雇主尽最大的责任。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边的地方全部处理掉呢，我们的防水问题就可以处理好了。有一个地方忘了讲，这边我刚好看到，我们在处理墙壁的裂缝呢，其实建筑物呢，因为
混凝土或者水泥制的建筑物呢，它本身都是刚性的，那只要因为干缩啦，或者因为地震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新的裂缝，那这个裂缝都有可能会导致漏水。所以我们在处理裂缝的时候呢，简单的处理方法呢，就是我们会把它整个清干净，稍微挖一点缝出来之后，就用填缝胶把它填起来。那这个填缝胶是弹性的，也是耐候型的，所以它只要遇到太阳呢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的表面呢需要上防水材的话，我们就可以上可以被接着的填缝胶，啊，通常就是单一型 PU 胶，啊，这个就可以直接我们做完之后，防水再涂上去是没有问题的。对，这个是我们在处理裂缝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到的事情。你今天来这边施工的时候，你有处理到哪些工项吗？有在裂缝的时候打 PU 胶，裂缝，所以你看到哪些地方有裂缝？像在墙角或倒角跟一些那个柱子附近。OK， 所以你裂缝的地方先把它清干净之后，把它直接补起来。对，好，那之后你还做了些什么？之后涂 PU。好，所以除了我们的防水材，那防水材我们涂布的时候，你有发现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在这个案子，例如在女儿墙的墙角外，瓷砖跟这个水泥部分接缝的地方，我们会涂比较仔细，让每个缝都涂满。好哦，对，这边因为这个老旧房子它有很多的不平整的地方，这是确实，因为我们只要有穿墙的地方，刚刚我们有提到穿墙管嘛，那有没有穿墙有固定点，就是有钻孔的地方呢，也是特别要注意。所以比如说像冷气机的安装孔啦，或者像它这边那个叫做铁皮的立柱的锁点啊，这些地方的防水要特别处理。安装完铁架的人呢，他们装完了，他们不会进行防水收头，就有可能会从这边成为一个新的漏水点。那就这样吗？没有其他的吗？对，目前就我已经做的。好，谢谢你，今天辛苦了，大热天。以上就是我们本集的所有施工的过程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防水施工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然后并且分享。分享之后还有一个要打开那个小铃铛，打开小铃铛之后呢，你才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资讯啦。那如果你有特别喜欢、想要知道一些更多的防水知识，或者你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记得下方留言。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我们下期见，拜拜。